結果就是你用純金盾牌來擋我扔過來的板磚，擋一次虧一套房，擋一天虧一座城。現在中東打得天翻地覆，美國 F-35，以色列 F-15，宙斯盾、爱国者、标準6，全是上亿美金的高精尖。結果呢，真正把美軍摁在地上摩擦，讓以色列全線告急，讓整個西方防空體系集體破防的，不是什麼高超音速，不是什麼隱形戰機，而是一個長得像玩具，聲音像摩的，根本就成本低到離譜的東西。網民賜名飛天小摩托，真名伊朗見證者136自殺式無人機。今天大招不用常規軍事分析，我用3個普通人萬萬想不到的刁钻視角，再加上36計兵法拆解，最後獻上絕殺一計，帶你看懂為什麼這台波斯小電驢正在敲響舊時代軍事霸權的喪鐘。看完保證讓你直呼原來戰爭還能這麼打。大家好，我是不愛放大招的大招。先给你一個靈魂拷問，全程要帶着這個觀點來看。如果你手裡只有2萬美金，該如何去幹翻一艘100億美金的航母，一座價值幾十億美金的空軍基地，一套萬億級別的防空網？答案就在這台飛天小摩托身上。想象一個畫面，深夜波斯灣上空幾公里外傳來一陣極其難聽，像手扶拖拉機炸街的轟鳴。美軍預警機睜大眼睛，宙斯盾雷達瘋狂掃描，看不見，抓不住，攔不着。一架造價2萬至5萬美金的塑料無人機，貼着海面30米盲飛，帶着50公斤高爆炸藥，慢悠悠飛10個小時，直接砸向航母甲板、空軍基地、雷達站、海水淡化廠。這美軍怎麼辦？不攔，直接被炸穿；攔，發射一枚300萬、1200萬美金的愛國者導彈，去打一台比家用車還便宜的小摩托。這不是段子，這是2026年美伊衝突每天都在上演的現實。更魔幻的是，這飛天小摩托伊朗一天能造100架，而美軍一年只能造幾百枚導彈。你攔得越多，虧得越慘；你攔得越狠，死得越快。很多人看完新聞直接懵逼了。美國不是天下第一嗎？預警機、宙斯盾、愛國者、薩德不是天下無敵嗎？F-35隱形戰機不是吊打一切嗎？怎麼會被一群塑料小三角搞得全線告急，彈藥告罄，心態爆炸？我告訴你核心痛點，全世界都在用高科技思維打仗，只有伊朗在用生存思維打仗。全世界都在比誰更貴，而只有伊朗在比誰更賤、更能耗、更不要命。美軍的邏輯我造最牛逼的雷達、最準的導彈、最隱形的飛機，一寸不讓，完美防禦。成本是以億、10億、100億為單位，而伊朗的邏輯我不跟你比高科技我跟你比消耗、比數量、比成本、比韌性。成本是萬、10萬、100萬級別，結果就是你用純金盾牌來擋我扔過來的板磚，擋一次虧一套房，擋一天虧一座城。這就是飛天小摩的給全人類上的最殘酷一課。當不對稱戰爭打到經濟學殺招的層面，再牛的高科技都會被廉價工業品給活活耗死。老子說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；弱之甚強，柔之甚剛。天下若不知，莫能行。美軍是什麼？至剛、至強、至貴、至精，鐵甲雄獅，高科技壁壘，用錢堆出來的絕對力量。飛天小摩托是什麼？至柔、至弱、至賤、至簡。玻璃鋼機身，民用發動機，民用芯片，衛星導航，簡單到不能再簡單。結果呢？至柔克至堅。孫子兵法說：“兵者，詭道也。時而備之，強而避之，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。”美軍守的是什麼？高空、高速、高精尖目標 ，F-35彈道導彈、大型戰機、軍艦。伊朗打什麼？打你不守的地方。低空、慢速、小目標、低成本、飽和攻擊。你雷達再牛你是給高空高速目標設計的。我貼地30至60米飛，借地球曲率加地形雜波，你大型雷達直接變睜眼瞎。這叫什麼？以己之長攻彼之短，以我之賤耗你之貴。正所謂善勝者不爭，善戰者不戰，善戰者不敗，善敗者終勝。
伊朗根本不是跟你正面硬刚，戰機對戰機，導彈對導彈。我不追求打贏一架 F-35，當然也被打下來了。我主要追求耗光你所有的防空導彈。我不追求一次性決勝，我追求天天炸，月月炸，年年炸，炸到你耗不起，炸到你崩潰。這就是持久戰、消耗戰，以弱勝強。2500年前，我們老祖宗就寫明白的事兒。今天，伊朗人用一台飛天小摩托在中東戰場上完美復刻。我們換個角度啊，別把它當無人機，把它當一款工業品，你會瞬間看懂它為什麼無敵。我給你拆解見證者136的產品參數，每一個字兒都寫着實用、便宜、能打。動力系統：摩的發動機、吊打航空發動機。發動機 MD550 雙缸2衝程汽油發動機，功率50馬力，比好點的家用車呀都弱。特點呢，沒有消音器，幾公里之外聽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叫飛天小摩的。成本民用貨隨便買隨便修。美軍飛機發動機精密到微米，維護要無塵車間，一顆螺絲幾十萬。小摩托發動機皮實耐造，不用後勤，不用維護，加汽油就飛。這叫放棄高端，擁抱極致可靠。飛行性能慢低小，卻是雷達克星。巡航速度呢，185公里每小時，跟高鐵差不多。飛行高度30至60米，貼地貼海盲飛。雷達反射面積0.01米，比鳥還小。美軍防空系統的痛點，設計用來攔截超音速戰機、彈道導彈，而不是攔截什麼低空慢速小目標。地球曲率加地面雜波，直接讓預警機、宙斯盾、愛國者集體失效。這叫我不跟你比速度，我跟你比隱身邏輯。我不是隱身材料，我是靠地形隱形、高度隱形、廉價隱形。再看航程與威力小身板大殺傷力，最大航程2000至2500公里，續航10至12個小時。戰鬥部40至50公斤高爆破片，什麼概念？從伊朗腹地起飛，能直接炸到特拉維夫，能飛到紅海航母甲板上。50公斤炸藥約等於5發155毫米重炮炮彈，一發砸下去，煉油廠、倉庫、雷達站、防空陣地、指揮中心全給你幹飛。制導系統：民用芯片加衛星導航，越民用越難干擾。最氣人的來了，它都不用昂貴的軍用引導頭，主板用的是民用現成芯片，而導航民用多模衛星接收機加慣性導航，抗干擾呢加一層電磁線圈，硬抗電子戰。你美軍電子干擾再強，我輸入坐標發射不管，像僵屍一樣埋頭狂奔，直到爆炸。這叫去軍事化，越民用越難搞。成本與產能，戰爭界的工業降維打擊。一架飛天小摩的單價大概2萬至5萬美金。材料呢，玻璃鋼、碳纖維，不用重型機床。生產呢，山洞裡、地下掩體，幾台機床，幾個工人，一天10幾架。再看產能，伊朗家代理人日產100架機，月產3000至5000架。這對比一下，愛國者導彈300萬至1200萬美金每枚，標準6的更貴。美軍防空導彈年產能幾百枚，這是個數學題，我來幫你算。伊朗發射100架小摩的，總成本200萬美金，美軍全攔下來，成本等於3億至12億美金。交換比1比100，1比200，這哪裡是打仗？這是用拼多多的價格收割蘋果的利潤。這是工業界的降維打擊，戰爭界的金融絞殺。現在我要講最核心、最顛覆、最殘酷的一層。飛天小摩托的真正殺招不是炸得多準，而是耗得起。人類戰爭史從來都是經濟史，誰現金流更長，誰產能更大，誰成本更低，誰贏。美軍的模式：高精尖、高成本、低產能，不可持續。導彈打1枚少1枚，生產線1年造幾百枚，都不夠他在戰場上1個月的造。伊朗的模式呢？低技術、低成本、高產能，無限消耗。無人機打1架造10架，山洞裡24小時不停機，一天100架，這就形成了無解的死循環。伊朗發射一波小摩托，美軍必須得攔，不攔基地被炸。那攔吧，導彈庫存暴跌，伊朗繼續發射，美軍繼續潰爛到最後，導彈打光，等你防線洞開，伊朗再射真正的牛逼導彈，一擊致命。看一組真實案例今年3月初，伊朗就是這套打法，發射幾百架小摩托，耗空了愛國者防空，出現盲區，再射遠程導彈，直接夷平科威特美軍指揮中心。這就是消耗戰術的終極形態。
用廉價炮灰換你精銳彈藥。用大白話總結，你用纯碳纖維車門擋我扔過來的磚頭，你擋一次虧幾萬，你擋一天虧幾億，你擋一個月，國家財政直接被你拖崩。這就是為什麼 F-35再牛救不了美軍，愛國者再強擋不住絕望，因為戰爭的規則已經被飛天小摩托徹底改寫。下面咱們用36G 的視角來看看飞天小摩的的戰場陽謀。很多人說小摩托靠便宜靠數量，我告訴你它贏在兵法計謀，把老祖宗的智慧用到了極致。第一計瞞天過海，貼地盲飛，雷達盲區藏殺機，30至60米貼地貼海飛行，借地球曲率加地形雜波，把自己藏在雷達看不見的死角。這不是隱形是讓你發現不了，與無深處貼臉攻擊。第二計拋磚引玉，2萬美金換300萬美金導彈，血賺交換比，用廉價無人機當磚，逼美軍發射天價防空導彈這個玉，你不攔就得被炸，攔就血虧，完美拿接美軍的死穴。第三計聲東擊西，飽和蜂群，逼你封兵漏防，一次50至100架，四面八方齊飛，航母、機場、雷達站全是目標，美軍被迫全面開機，全面攔截，兵力一分散，漏洞立刻就來。第四個以逸待勞，我慢悠悠的飛，你呢熬到崩潰，續航10小時，盤旋待機，美軍的雷達全開，人員呢睡不了覺，戰機待命，我耗你能源、人力、心態，等你累垮了再致命一擊。第五計釜底抽薪，不打戰機，專炸戰爭根基，不跟 F-35空戰，專打煉油廠、海水淡化廠、彈藥庫、雷達站，斷你後勤，斷你能源，斷你民心，再強的戰機你也飛不起來。第六計金蟬脫殼，它這玩具外形迷惑你的防空判斷，長得像塑料航模，農用無人機，用无害外形降低美軍的警惕，等看清呢就是杀器，已經來不及攔截了。第七計持久戰加游擊戰，你打你的高科技，我打我的消耗戰，不拼一时強弱，只拼長久耗得起，你來我藏，你走我炸，用數量磨平質量差距。一句話總結，飛天小摩托不是無人機，它是會飛的36G。聊到這兒，大招新生一計，讓飛天小摩的再創輝煌，直接封神。我給這一計命名蜂群迷魂，真假無間計。核心邏輯真真假假，虛虛實實，把美軍防空系統逼到精神崩潰，讓攔截成本直接爆炸。第一招真假蜂群混編，7假3真，騙光美軍導彈，造超級廉價假無人機，成本500美金，有隱形聲，有雷達反射，不帶炸藥，發射配比呢7架假加3架真，編隊同高度同速度一起飛，效果呢美軍雷達報警，緊急發射愛國者，攔下一架是空殼，再攔一架還是空殼，等導彈耗光呢，真無人機直接砸向核心目標，虛者實之，實者虛之，猜不透就必輸。第二招晝夜疲勞擾襲，熬廢操作人員，不戰自潰。白天呢用少量單機騷擾，麻痹美軍神經，半夜呢凌晨大規模突襲，每2小時一波，不讓美軍合眼。要知道人3天不睡覺，判斷力暴跌70%，雷達操作眼花、手滑、漏判，不用炸，先把你熬廢，避實擊虛，以痞制銳。第三招多點接力航程，從波斯灣飛到歐洲，全程可達，用民用貨船、山地皮卡、地下掩體做臨時中繼發射台，分段飛行。A 起飛 ，B 點懸停待機 ，C 點俯衝衝擊，直接把航程從2000公里拉到4000公里加，實現跨洲打擊，出其不意，千里襲人。這一計的終極威力，用上蜂群迷魂、真假無間計，飛天小摩托直接升級，攔截成本暴漲10倍，美軍攔也虧，不攔也虧。防空系統算力過載，真假目標無法分辨，心理戰拉滿，聽到轟鳴就恐慌，看到影子他就緊張。一句話，以前是打不過，以後是攔不住，猜不到，耗不起，睡不着。最後跟大家說一句最重要的話，飞天小摩托的勝利不是伊朗的勝利，是草根工業對高科技霸權的勝利。道德經有言，物壯則老，兵強則滅。過於強大、過於昂貴、過於精密的東西往往最脆弱，反而簡單、粗糙、廉價、頑強的東西最能活到最後。
下一次啊，当你再听到中东上空那台摩的声时，別笑它土，記住啊，它不是玩具，它是改寫歷史的武器。我是不愛放大招的大招，下期再見。